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。今天我们要聊的，它不只是一项新科技，我觉得它更像是一场新的淘金热，就是 AI 影片生成。Google 感觉像是刚刚发给了所有创作者一套全新的铲子和地图，然后说去吧，去开垦一片全新的大陆。而且这块大陆的潜力真的非常惊人，但规则却还是一片空白耶。你给我们的资料其实非常丰富，从 Google 官方的公告、TechCrunch 那些深度报道，还有 Petapixel， 对 Petapixel， 到一篇直接把 Google 新模型跟 OpenAI 的 Sora 拿来 PK 的评测文，甚至还有一场那个奖金高达100万美元的 AI 电影大赛消息。没错，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我觉得很清楚。Google 发的这套新工具，这个到底有多厉害？在这场 AI 淘金热中，谁能入场？门票又有多贵？最重要的，这一切对于想抓住机会的你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我们来一步一步拆解看看。首先 ，Google 这次端出的 Veo 3.1 模型，这把新铲子到底强在哪里啊？这可不是普通的铲子哦，我觉得它更像一把多功能的瑞士刀。跟以前的版本比 ，Veo 3.1在几个地方有可以说是杀手级的提升。首先是声音，对声音，它终于能生成跟画面同步的音效和对话了。以前的 AI 影片，你想想，基本上都是默剧嘛。这很重要诶，等于是从默片时代直接跳到有声电影时代了。那画质呢？画质和真实感就是第二个重点，它更能理解你下的指令，就是那个 prompt， 然后生成更逼真的画面。特别是在一些细节上，比方说液体的流动、布料的质感，那种真实感比以前强非常多。而且它的图片转影片功能也进化了。现在你可以拿一张照片，让它更流畅、更连贯地动起来。听起来技术层面很厉害，但对我们这些实际要用的人来说，最痛苦的，往往不是技术本身，而是怎么去控制它。这就要谈到 Google 另一个工具 Flow 了吧？它好像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生的。你说到重点了。Flow 的核心，我觉得就是控制权。控制权？对，它有好几个功能，直接命中创作者的痛点。比方说，有个叫 Ingredients to Video 影像元素合成影片的功能。这个我很有兴趣，它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？它解决了可以说是所有 AI 创作者最大的噩梦——角色一致性啊。对，以前你生成第一张图的主角是个红发侦探，可能下一张图他就变成金发路人了，根本没办法联系。真的超困扰的。现在你可以提供最多3张参考图，锁定一个角色、一种风格或一个物件， Flow 就会把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，确保你的主角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。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能够拍片的开始。天哪，这真的是游戏规则改变者。还有一个功能听起来也很有趣，叫做 Frames to Video， 是说给它开头跟结尾的画面，它就会自动补中间。没错，你可以给它一张白天城市的全景照，再给它一张同一地点的夜景照， AI 就会自动生成从日到夜的缩时摄影。哇！而且转场会非常丝滑，非常有创意。这对于想做一些艺术感转场的创作者来说，简直是神器啦。还有像是 Extend 延伸影片，可以把短片变长 ，Insert 插入功能，可以在已经生成好的场景里无缝加进一个新东西。AI 还会自动算好光影。这一切都指向你说的那个控制权。我们终于从过去那种按下按钮然后闭眼祈祷的模式毕业了。哈哈，没错，不再是纯粹的运气游戏了。这更像是在跟一个非常有才华但需要明确指令的助理导演合作。而且从数据来看，大家对这位新助理非常满意。你给的资料提到 ，Flow 从5月推出到现在，已经生成了超过2亿7500万支影片。2亿7500万？对，光是 Veo 3模型在过去7周内就生成了4000万支。
这场淘金热是真的有很多人在挖。这些数字太疯狂了，听起来 Google 打造了一套很完整的工具，但他们不是市场上唯一的玩家，对吧？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这把新武器跟 OpenAI 的那个核弹级武器 Sora 比起来，火力如何？这是个好问题。根据我们看到的那篇评测，这两个根本是打得难分难解。评测人员用完全一样的指令去测试它们，结果非常有趣。哦，在某些地方 VO3 明显占了上风，比如一个倒浓缩咖啡的镜头 ，VO3 对液体物理的模拟非常逼真，那种粘稠感跟流动感都做出来了。听起来很细致，还有其他的吗？还有一个摩托车手在日落时沿着海滩的场景 ，VO3 生成的画面非常有电影感，光影、运镜都有很大片的感觉。但 Sora 2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它在另一个描绘加尔各答街头计程车的场景中，就更能捕捉到那种混乱、潮湿的氛围和情境感。所以一个偏技术上的真实，一个偏氛围上的真实。不过评测也提到他们都还不完美吧？对，这才好玩。评测说 VO3 在同一个计程车场景里，那个车子有种奇怪的滑动感，好像轮胎没在转一样。哈哈，滑动感。对啊，哈哈。所以 AI 现在还没搞懂交通尖峰时刻的计程车是怎么移动的，他们还以为路上跟溜冰场一样滑顺。这也说明了这场竞赛还在白热化阶段，双方都在快速迭代修正这些问题。这种激烈的竞争就带出了 Google 下一步棋，这步棋下得很大，就是那场奖金高达100万美元的 AI 电影竞赛。哇，这手笔可不小耶！快，跟我们拆解一下 Google 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。这不只是一场比赛，我觉得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生态系收购战。生态系收购战。对 ，Google 等于是用100万美元试图买下整个 AI 创作社群的未来习惯。这说法很有意思，多说一点。你看它的规则，参赛作品必须有至少70%的内容是用 Google 的工具，像是 Gemini Veo3 Flow 做的。首先，这100万美元的奖金是个巨大的诱饵，它会让全球有才华的创作者优先花时间去学习和使用 Google 的工具，而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像是 Runway 或 Pika Labs。这是在抢占创作者的肌肉记忆。等于是用钱买用户习惯，让大家先在他们的赛道上起跑，高招。第二，这等于是付钱给全世界的创作者，来帮他们的工具做大规模的压力测试，而且同时产出海量的行销内容。你可以想象，比赛结束后，网络上会有多少精彩的 AI 短片在流传，而每一部片尾都像是挂着由 Google 技术强力驱动的活广告。哇，他们甚至不用自己拍广告了，而且还能从中发现他们工具的 bug， 顺便看看顶尖创作者能玩出什么花样。那第三个目的呢？第三点更具策略性，在好莱坞对 AI 充满疑虑，甚至为此罢工的背景下， Google 借由这场比赛把自己塑造成创作者的朋友。他们不断强调 AI 是来增强人类创意的，而不是取代。这场比赛就是一个姿态，向整个创意产业递出橄榄枝，说：我们是来帮你们的，不是来抢你们饭碗的。哇，这分析下来，100万美元花的真是太值得了。好了，淘金热的故事很精彩，但我们回到现实面。对正在收听的你来说，最关键的问题是，入场的门票到底多少钱？你该怎么参与这场游戏？好的，我们来谈钱。首先，这些功能会整合在好几个地方，你可以在 Gemini App 里用到，也可以在专门的 Flow 编辑器里用。对开发者 ，Google 也会透过 API 开放。至于费用嘛， Google 采用了很典型的分级订阅制，意思是有钱的玩家可以买到更好的装备。可以这么说。首先是免费版，功能非常有限，基本上就是让你试玩一下，体验一下味道。接下来是 Google AI Pro 方案，1个月19.99美元。这个可以看作是认真想玩的业余玩家或内容创作者的入门券。你能用大部分功能，但会有用量限制。比如那篇评测就提到，在测试期间，一天大概只能生成3支影片。一天3支，那对重度使用者来说肯定不够。没错，所以他们推出了顶级方案 Google AI Ultra。
这就是给专业人士和企业用户的 VIP 通行证。当然，价格也很 VIP， 一个月要价$249.99。等下，一个月$250，这价格根本是把业余爱好者和独立创作者直接挡在门外了。这是不是变相在说，顶尖的 AI 创作权未来只属于大公司和有钱人？我完全理解你的质疑。这个定价策略，确实引发了很多讨论。但从 Google 的角度来看，他们的策略非常清楚。他们拥有 Gemini App 超过6亿5千万的月活跃用户，还有超过3亿的付费订阅用户。他们想建立一个金字塔，用庞大的免费和 Pro 用户当作地基，然后从中筛选出那一小撮愿意且有能力支付高价的专业人士，成为 Ultra 用户。这群人可能是电影工作室、广告公司或软体开发商。对他们来说，一个月$250的工具成本，如果能提升效率，其实非常划算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如果你只是想玩玩看，发几支有趣的短片到社群上，免费版或 Pro 方案就是你的起点。但如果你有个电影梦，或想用这个技术来创业，那 Ultra 方案就是 Google 为你准备的快速通关券。这个布局结合他们庞大的用户基础，确实非常强大。他们不只在卖工具，他们在卖的是一个从入门到专业的完整生态路径。好的，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AI 影片的淘金热已经开始 ，Google 拿出了 Veo 3.1和 Flow 这套强大的新工具，让创作者拥有前所未有的控制权。在这场竞赛中，他们跟 OpenAI 的 Sora 打得难分难解，同时用100万美元大奖发动了一场巧妙的生态系收购战，想把创作者都拉进自己的阵营。最后，他们用分级订阅制为不同等级的玩家设定了不同的入场门槛。讲到这里，在我们看到的资料中，有一个小细节，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深入思考。在 Veo 3和 Sora 2的那篇比较评测里，文章提到，当测试者下指令要求生成一个跟某个知名版权角色很像的人物时， OpenAI 的 Sora 2直接拒绝了这个指令。它会自我审查，这点很有意思。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。当 AI 生成的影片变得跟真实拍摄几乎没有差别时，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不再只是我们能创造什么，而是我们被允许创造什么。你的意思是，技术的边界正在消失，但规则的边界才正要开始建立？完全正确。原创与侵权之间的界限将会变得极度模糊。如果我用 AI 生成一部风格和迪士尼极度相似，但主角是一只从未出现过的动物，这算侵权吗？如果我用 AI 让一位已经过世的演员主演一部全新的电影呢？这些问题势必会引发一场巨大的法律和伦理辩论。Google 透过这次的全面推进，正在建立工具和用户群。他们在比赛开始前就已经在建造自己的赛道和体育场了。所以，最后留给你思考的问题是，在这片全新的创造大陆上，规则将由谁来制定？是像你我一样拿着铲子往前冲的创造者，是像 Google 这样提供地图和工具的科技巨头，还是那些总在后面努力追赶技术脚步的立法者？这个问题可能比技术本身更重要。